各位应该知道，英特尔刚发售了第11代桌面端酷睿处理器，碰巧我最近借到了一台神州战神 T-9，正好就搭载了这颗全新的第11代酷睿 i5-11400，这就非常好玩了啊！最后一代14纳米处理器到底有多大性能提升呢？能耗比如何呢？还能放在准系统上吗？下面直接说结论：11代桌面端酷睿处理器的性能相比去年提升不小，但是它的功耗表现非常糟糕，能耗比甚至不如上一代的酷睿，并且这颗 CPU 非常不适合在准系统上使用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别急，我们从头开始讲起。不可免俗，先从机器的配置开始说起。神州 T-9 CA5DP 模具是蓝天的公模 N960KR， 去年做过一期这个模具的视频评测，只不过呢，在那期视频里我们主要折腾了它的显卡。今年我们的关注点是这颗 CPU。型号刚才讲过了 ，i5-11400是10400的迭代款，显卡升级到了 RTX 3070 Laptop， 功耗和去年的2070相同，都是115瓦。内存为8×2组成的双通道单面颗粒，测试替换成双面颗粒内存，确保性能最大程度发挥。硬盘为金士顿的 OM8PDP3 QLC 颗粒，请提前把拉胯打在公屏上。屏幕和上一代相同，群创的16.1英寸 IPS 高刷屏，参数我就不复读了啊。目前这台机器的参考售价为10799元，价格不便宜。测试之前还是要说明一下，由于这台机器在我们的测试时并未正式发售，测试机使用的 CPU 为工程测试样品，并且测试使用的 BIOS 版本也与正式发售时不同，性能表现可能会出现偏差，敬请周知。好的，先从这颗 CPU 的规格开始入手吧。英特尔酷睿 i5-11400 6核心12线程，代号 Rocket Lake， 翻译应该是火箭湖吧，这名字还挺霸气。制程方面，它是 Intel Roadmap 里最后一代14纳米工艺的 CPU 处理器。虽然工艺没变，但微架构从沿用已久的 Skylake 换成了 Cypress Cove。这个新架构实际上和 Ice Lake 上的 Sunny Cove 架构很像，只不过呢，英特尔进行了改良，然后用14纳米工艺把它重新打磨了一遍，放到了这一代桌面处理器上。采用这个方案有好处也有坏处，我们一会儿结合测试结果再来和大家探讨。频率方面，基础频率 2.6 赫兹。单核最大频率 4.4 赫兹，全核最大睿频为 4.2 赫兹。对比上一代 i5-10400，它的单核提升了 0.1 赫兹，多核提升了 0.2 赫兹。另外，除了频率和架构变动以外，它的缓存、核显、PCIe 总线也变化了。另外，还增加了 AVX512 指令集。不过呢，大家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性能吧。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菜。理论测试 Cinebench R20，i5-11400在全默认状态下得分3757分。上一代的 i5-10400得分为3170分，提升了差不多600分，幅度有20%。哎，看样子这颗11400提升还是不小嘛。但是看下跑分时的功耗和频率，我瞬间傻眼了。一颗不超频的 i5 跑20，功耗需要100多瓦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来看跑分监控，在全默认状态下的 R20测试中 ，CPU 的功耗跑到了接近140瓦，温度瞬间装到了98度的温度墙。随后，由于高温持续降频，从原本开始时的全核 4.2G 赫兹掉到了 3.8G 赫兹，这真的太夸张了。去年的 i5-10400在 R20中频率 4.0G 赫兹，功耗才66瓦，这颗全新的第11代 i5 频率接近的情况下，功耗翻了1倍多，离谱。为了更准确地了解这颗 CPU 的真实情况，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测试和分析。显然，上来就直接敞开了跑 ，N960这个模具光镇压这颗 CPU 火力全开就已经够费劲的了。我们不如考虑降低一点频率，先从能耗比开始分析。上一代的10400在 R20循环中跑满睿频为 4.0G 赫兹，多核成绩3170分。如果这颗 i5-11400想要达到接近的分数，那大家猜猜需要跑到多少频率呢？我们对它进行了定频测试，得出的答案是 3.4G 赫兹。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到，这一代的 CPU IPC 确实有提升 ，3.4G 赫兹的多核性能跟上一代的 4.0G 赫兹接近，但是跑到 3.4G 赫兹需要的功耗是77瓦左右，上一代跑到全核 4.0G 赫兹只需要65瓦到66瓦，这个能耗比明显是开倒车啊！会不会是因为这颗 i5-11400的温度过高，导致需要维持这个频率所需要的功耗上涨呢？结果对比了温度表现，似乎并不是这样。i5-11400的功耗虽然高，温度反而更低了。工艺没变，功耗提升，结果居然更凉快了。经过一番搜索后，我终于找到了原因。虽然看起来这11代酷睿依旧是 LGA 1200，但是由于架构更换，盖子里头的核心的面积相比10代增大了，
并且 CPU 顶盖的上下也变长了，因此导热的效率比上一代提高了。再加上英特尔上一代就在14纳米上采用了切削工艺，本来的导热效率就高，因此呢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。但是并不能高兴得太早啊！即便散热表现提升了，但架不住这高频状态下爆炸式的增长的功耗啊，对吧？动辄100多瓦，也不是2根热管能承受得住的。想要 T-X9 完全发挥这颗 i5-11400的性能，我们需要电气机身在相对凉快的室温下开启强冷模式，并且呢用风扇对着它吹，才勉强完成了定频测试。这是 i5-11400的功耗得分曲线，可以看到功耗的需求随着频率提升是呈指数形式的增长的。跑 3.6G 赫兹需要85瓦，而跑到 4.0G 赫兹就需要115瓦了。最高的 4.2G 赫兹功耗大约是136瓦。成绩方面，全核最高 4.2G 赫兹得分3913分，单核最高为541分，频率 4.4G 赫兹，比上代提升了100分。对比之下，这颗 CPU 的跑分勉强能达到英特尔宣称的19% IPC 的提升水准。不过，性能提升是建立在功耗提升的情况下，不光是相同性能所需要的功耗更多，频率从 3.6G 赫兹提升到 4.2G 赫兹需要的功耗增加了50瓦，多核性能提升大约是15%，实在是有点拉垮。这里面的原因有2个。第一，由于在笔记本上用桌面端处理器，温度本来就比较高，维持频率需要的功耗也更多。另一方面 ，Cypress Cove 的架构其实能耗比本身就比较糟糕，但是由于初代10纳米没有办法达成比较高的频率，所以说大家的感知没有那么强烈。如今用成熟的14纳米工艺制作，虽然能够实现高频了，但是呢，14纳米的功耗弊端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。本着严谨的态度，为了验证这个功耗以及性能提升是否合理，我们也试了一下负载相对较低的 R15， 结果和预料的差不多。纯 SSE 运算跑满全核 4.2G 赫兹也需要接近127瓦的功耗值，这还没有用上这一代增加的 AVX512 指令集呢，功耗方面真的是太拉垮了。聊完理论性能，另一个变动其实也是挺值得关注的，内存性能。这台 T-X9 原机器自带的是2根单面颗粒的内存，为了测试，我们换成了双面颗粒的内存。这里我把2种内存的跑分成绩都放出来，然后对比一下参数相同的内存，在10代移动端酷睿和 Zen 3下的性能表现。可以看到，在都使用双面颗粒内存的情况下，读写都比10代移动端有所提升，但是延迟的表现都非常不像英特尔了，接近70纳秒，比上一代反而退步了。虽然各家笔记本从去年开始都用上了3200兆赫兹频率的内存，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但是呢，10代酷睿默认兼容的内存频率其实只有2933兆赫兹，11代酷睿是 Intel 首次支持3200兆赫兹的内存，因此呢，也带来了另一个改动，就是内存分频。这一点其实跟 AMD 的 F-Clock 机制有点类似，为了支持高频 ，CPU 的 IMC 频率和 DRAM 的频率可以通过1:1或者1/2的方式运行，命名为 Gear 1和 Gear 2。在台式机的主板上，这个选项是可以手动调整的。T-X9 的跑分是在 Gear 1下得出的。可惜呢，这台准系统的 BIOS 里没有相关的选项可供切换，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展示 Gear 2的成绩。关于这部分的内容，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出一期视频详细聊聊。虽然功耗在高负载下爆炸，但实际游戏中帧数表现会不会也很拉垮呢？我们来试试看。这次我们挑选了 Dota 2、CSGO 以及帧数相对较高的古墓丽影，这3个游戏应该是比较容易反映 CPU 性能差距的。T-X9 内屏默认不支持独显直连，我们连接外屏来实现独显直连，以便更好地反映 CPU 之间的差距。另外 ，T-X9 在性能档位的默认功耗设定为 PL1 80瓦，PL2 150瓦。我们在游戏部分保持了这个设定进行测试。首先是 Dota 2全高特效观战，11400的 T-X9 平均171帧，这个表现对比 10870H 或者 580H 的成绩相当接近。受限于最大频率，游戏过程中 i5-11400基本上维持在 4.2G 赫兹左右。当然了，最离谱的是功耗，游戏过程中 CPU 平均功耗来到了73瓦左右。在 CSGO 中 ，i5-11400的 T-X9 跑出了506帧，得益于 IPC 的提升，这个成绩比上一代酷睿要高一些，略低于 AMD 的 R7580H。可以说，只要频率能跑到位，这颗 i5-11400的游戏性能表现其实并不差。但是这只是对于不吃显卡的网游而言，如果是单机，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。不信，我们来看看古墓丽影暗影。在默认状态下，这颗搭载 i5-11400的 T-X9 连 benchmark 都跑不完，适配器直接过流保护并断开连接。查看跑分过程的功耗，可以看到，过程中 CPU 为了维持 4.2G 赫兹的高频率，功耗直接蹦上了90瓦，再加上115瓦的显卡，已经超过了适配器功率上限。除非是手动把 CPU 限制在60瓦，
否则原装的230瓦适配器根本撑不住这么大的能耗需求。为了完成整个测试，我们特地重新买了一块330瓦的超级大板砖，并且把机身电器拆掉后盖，让温度尽可能低，减少 CPU 的功耗需求。这个时候就能完成测试了。CPU 先运行在 4.2G 赫兹，接着回落到 2.6G 赫兹，最终游戏的帧数为110帧。如果解除限制，把频率固定在 4.2G 赫兹的情况下，最终帧数为125帧，比默认情况下提升了15帧。但是 CPU 的平均功耗来到了87瓦，且过程中有好几次 CPU 的功耗突破到100瓦以上，再加上显卡需要115瓦的功耗，整机功耗来到了260瓦到280瓦之间，非常的极限。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波分析和总结了。性能部分，11代酷睿的单核和多核的得分对比上一代确实有提升，也如英特尔宣传的那样，有19%的 IPC 增长。它的上限相比10代确实提高了，这点不假。并且呢，由于核心面积的增大，它在同功耗下的温度表现要比上一代更出色。但同样的，它的能耗比表现相当糟糕，维持同样的频率，甚至是同样性能的情况下，需要的功耗比上一代要高非常多。另外，考虑到 i5-11400支持 AVX512 指令集，在 Stress FPU 等调用 AVX512 的测试中，需要的功耗还要再高，这对 CPU 供电和电源都是不小的挑战。所以，如果你是10代酷睿的准系统用户，升级这代处理器之前，你需要考虑 CPU 的供电以及供电散热、CPU 本身的散热、机器的适配器这几样东西是否可以支撑这么高的需求。真的，瞧瞧这个大板砖，再看看这个支架，我不建议你盲目为现在的机器升级这代处理器。而且你看看这个价格，难道10600K 不香吗？如果你是桌面端用户，那我建议你在评测解禁后留意其他媒体的数据，毕竟我这里只有一个样本，说不定是个例啊。不过，相较于移动端，桌面端拥有更好的散热、更高规格的供电，以及更宽松的电源功率和可调电压，应该能完全发挥出它的性能。另外，相较于 i7，这颗 i5 的最大睿频相对较低，游戏中的优势表现并不明显。因此呢，想要游戏帧数更高，也许频率更高的 i7 或者可超频带 K 型号的会是更好的选择。话说，这个 i7 游戏真的会更好吗？我们搞来了一台搭载 i7-11700的 T-8， 也做了一下相同的测试。好消息是，这台机器的 i7-11700是正式版，理论上表现会比工程样品要更靠谱。但坏消息是，它的能耗比和11400其实差不多。在 Cinebench R20 中，8核心的 i7-11700跑全核 4.0G 赫兹时，成绩为4886分，这时 CPU 的功耗是130瓦。尝试把频率拉到 4.2G 赫兹 ，CPU 坚持不到几秒就会过热降频。同样 4.0G 赫兹的频率下，单核成绩和 i5-11400几乎相同，在486分左右。如果跑满单核睿频，也就是 4.9G 赫兹 ，R20 的成绩可以来到596分，接近600分的水平。我们尝试用 R15 完成全核的定频测试，最终 R15 在 4.4G 赫兹的情况下跑到了2185分，功耗148瓦。游戏测试中，因为 i7 对比 i5 有较高的睿频，因此测试帧数确实提高了。DOTA 2跑到了185帧 ，CSGO 跑到了558帧，相比我们以往测试过的大部分游戏本都要好。说不定在桌面端，11代酷睿能够重新夺回最佳游戏 CPU 的宝座啊！不过看样子跟笔记本是没啥多大关系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笔记本相关的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频道。如果你想每天都跟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这功耗就离谱。